小僧知语，见过施主。施主入寺清修，只带些随身之物即可。这些都是我的随身之物。三位施主清修的这段时日，有什么事都可以来寻小僧。这是寺中短居香客都须着此衫，施主无需担忧，衣衫都是洁净的。施主赶路疲乏，可稍事歇息，小僧就不打扰了。这哪是洁净不洁净的事儿啊？你瞧，肩宽袖长，毫无腰身，颜色用料也……咱们府里的3等丫鬟穿的也比这讲究些，这让小姐如何上身啊？要不是那珠儿，小姐也不必来此受苦。罢了罢了，佛门清苦，凡俗皆知。况且这清修又是我自己要来的，哪能怨得了别人？要怨也只能怨自己时运不济，总是撞上那鬼见愁。说起来，近日小姐每回不顺，似都与她有关。上回寒烟寺遇险，便是被她几次与得手的证据失之交臂，也是因着她。小姐，莫不是犯小人了？有道理。我们在这儿用膳。那奴婢在外头守着，等小姐用完膳再来。斋堂不分主仆，都是同席而食。规矩就是规矩，小姐先用，我和绿萼还不饿。快坐。有了。传闻这寒烟寺斋饭鲜美无比，所以我才选此清修的。快尝尝。如何？小姐，这传言有误吧？这饭菜和鲜美的关系好像不大。小姐，这附近农户不缺鱼肉菜蔬，要不奴婢还是另给您备膳吧。不可，若制偏食，如何算得上是清修？虽然这斋饭比不上家中大厨的手艺，但是品相看着不错呀。菜油叶绿的，米饭也是清香的。佛性禅心，自有深意。想来这斋饭粗粝寡淡，定是提醒我们忆苦思甜，莫忘来路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们就当领悟佛法了。若是食不下，也可以不勉强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用斋不得一食。我家小姐她两位施主言语不断，有扰清静，为师小惩大戒，还请留下打扫斋堂。小师傅，我胃口小，这斋我就先不食了吧。如此，施主便去小佛堂自省吧。用个膳还要被罚跪，我
我到底是哪儿想岔了？哇，这么多佛堂，小师傅究竟说的是哪一处啊？自省重在新城，哪一处应该都一样。真未想到你还记得此处。这是臣与陛下少时偷闲之地，臣自不会忘。挨了20军棍，你好歹装模作样几日，怎么就雷厉风行的把梁启维给办了？臣不善演戏，梁启维只是开始，有你相助，朕定能敌恶安良，肃清朝堂。臣此番回京，只为追回军饷，对陛下的朝堂之事，无意掺和。你既已入局，怎么着也得陪朕议到最后啊！哪有才开局就撂挑子的理？朕登基已近10年，苏家的势力依然充斥着前朝后宫，其野心勃勃，欲壑难填。不过是外强中干的一盘散沙，能掣肘陛下的，始终唯有苏相一人。朕要的很简单，不过是朝堂清明，弑君而恒之。军饷贪墨案牵涉甚广，若能连根拔起，陛下自当遂意。不过，若按臣的路子查下去，您御案上弹劾臣的奏章，怕是要堆不下了。朕今日就许你先斩后奏之权，日后就算惹出再大的篓子，朕都帮你兜着。臣观此局，悟出一理。哦，君道无为，臣道有为。知朕者，阿旭也。佛祖在上，信女名家阿檀。信女平素诗川精细，食量较小，今日偶食寺中斋饭，实在不惯，一饭盛食，心中有悔，望佛祖宽宥，勿降果报。佛祖在上，除自省一事外，信女还有一事，诚心祈愿。今次退婚，原是未婚夫品行不端，不堪为配。此番事过回京，望佛祖保佑信女，定要觅得于如意郎君，家世相当即可，不拘什么皇亲国戚、公侯世家、书香名门，信女更看重才华品貌。于才华一道，能入春为1甲即可，相貌定要俊美，如此才能与信女相配。当然，家产最好也丰厚些。这样，夫妻2人的日子能过得更为松快。若是吴侯府家业也无妨，只需保证信女随时能用上燕窝粥，每季都能请锦绣坊裁上几箱实心的衣裳。有什么新鲜首饰能及时入手，家中婆母也须是好相与之人，万不能成日立规，搓磨心腹。家中亲戚也最好简单些，断不能有什么青梅竹马、感情甚笃的表姊妹。身量若是能超过7尺，最为得宜。身体也需健壮些。若是习武，最好是习剑，身姿潇洒。如此一来，夫婿舞剑时，信女亦可抚琴助兴。大约就这些了，还望佛祖保佑。这祈愿之人是靖安后嫡女。信女不言亦不快，絮叨良久，也不知佛祖是否听权。不如信女明日再来，信女会将择婿条件抄于纸上，祈愿焚烧给佛祖。若是信女能寻得这般如意郎君，定会为佛祖重塑金身，再添香火。此女，当真无药可医。这择偶的标准，委实太高了些。普天之下，哪有如此完美无缺的儿郎？这女子，
果真被你给说中，那些文臣的后人压不住他。幸好被你给收了。朕不是这个意思。臣与陛下所思，就是如出一辙。改日再向陛下讨教。哎，这怎么就不下了？还未分胜负呢。吴县尉被灭口前，虽未及招认，但他为承恩侯所用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也先前命属下盯着顾家，已有所发现。顾建中之子顾问言，却大有问题。顾敬忠，可是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？是，此子穷奢极欲，游手好闲，明明胸无点墨，可今次春闱却入了贡院，而且还轻易得了2甲第4，近日更是四处招摇，引得不少学子上赶着巴结。让沈玉去会会此子。沈小将军奉命送朱尔母子回原籍，今早传讯称深夜才能回城。朱尔原籍离京不远，他一人轻骑往返不过2日，何故今夜才能入城？属下不知。谭表妹，沈家表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今日回京，途经茶馆歇脚，听人说起表妹已与梁家退婚，又来了寒烟寺避风头，这才赶了过来。表哥绕道特地前来，可是有何要紧事？我来是想告诉表妹，其实我倾慕表妹已久，只不过先前你与梁家已有婚约，且你我身份有别，如今表妹既已退婚，一时也难定亲，不如就嫁我可好？东周大捷之后，王爷已为我奏请升阶至正4品武卫将军，虽与你侯府嫡女的身份仍有悬殊，但日后我定会再立军功，为表妹请封命妇。沈小将军可谓是骁勇善战，刚正不阿，与明小姐正……表哥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，在做什么？这不是在向表妹求亲吗？表哥可不是来求亲的，而是要陷我于万劫不复之地。求亲须得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这些规矩表哥理应清楚。今日表哥所言所策，若我应了，说的好听些是两情相悦，心有灵犀；说的难听些，便是私相授受，不知检点。表妹，表哥既知我来寺中是为了避风头，就理应知晓，如今我一言一行皆是如履不避。你对我若有3分理处，也不至于贸然前来，速死终情。朽木，是我鲁莽了，可是表哥既知鲁莽，便请速速离去。今日你我全当不曾相见，也从未有过什么求亲之言。阿谭与表哥无异，绝无可能嫁与表哥为妻，还请表哥断了这份念想。小姐，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方才去小佛堂找了几圈都没见着您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表少爷，回房朝见。让他回营，即刻来见。是。楚楚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练鞭子，正好晚些找阿爷切磋切磋。哪有女儿家成日舞刀弄枪的？你这日后还如何议亲啊？你虽不及那些世家闺秀们娇柔，可我的女儿容貌明艳，性子飒爽，那在荆州也是独一份的。我和你阿爷说了，让他给你好好物色物色人家，那你也得学学规矩，有点女儿家的样子。这明坛退婚闹得满城风雨，如今还有谁敢和咱们侯府议亲啊？你，小姐，当真？哎，这又是去哪儿啊？我话还未说完呢。
表哥。少时四妹妹与我常同表哥一处，表哥难道都忘了？原来是明楚表妹。表哥怎么还和少时出来侯府时一样，这般拘束？我又不是鬼，你躲什么啊？表哥是来见四妹妹的吧？可惜他刚退婚，躲寺庙里清修去了。我是来看侯爷的，当年幸得侯爷收留，又举荐我去了定北军。如今侯爷回京，我理当前来探望。哎呀，表哥何必遮掩？其实少时我们一同玩耍，我便知道表哥心悦四妹妹。如今四妹妹退了婚，这不正是你诉衷肠的大好时机？表妹慎言，心悦而已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。表哥年纪轻轻，又军功赫赫，还受定北王赏识提拔，与四妹妹也算是良配啦。四妹妹与我并无异。其实女子说不喜不愿，多半都是因为羞怯罢了。况且这情分本就需要慢慢培养的，哪有一上来就两情相悦的？你若是真的有心娶四妹妹，不如说与定北王。定北王体恤部下，必定会为你请旨赐婚的。表哥就好好想想吧，莫待明珠旁落，才追悔莫及啊！王爷，属下已妥善安顿珠儿母子，其父替梁启为索逆银钱也都查获带回。梁启为贪赃枉法，罪有应得。先前末将表妹还险些嫁入梁家，幸而王爷雷厉风行，才免他遭此大难。因清点赃物误了回城，是末将办事不力，请王爷责罚。去把盐污厂扫干净，再把马厩里的马粪都清了。是。回来。承恩侯有个儿子，叫顾问言，派人好生盯着。是。那马粪清完再去。是。王爷，若有一日末将有了心上人，王爷可否为末将请旨赐婚？只要不是明家四小姐，其他女子，本王都可为你勉励一试。为何？本王不需要终日囿于儿女私情的下属。末将不曾。你只因想要见他，便对本王撒谎，假以时日，本王又怎知你不会因他对本王拔剑相向？末将下去，即日起清理马粪，为期1月。是。臣见过太后娘娘。兄长一大早便入宫觐见，可是为了明家丫头的婚事？近几年，苏家在各地的生意和人脉，不知不觉间被取代了不少，军中亦无可仰仗之人。长此以往，苏家在朝中必然式微。当年臣任明檀为义女，所谋就是为了今日。上回兄长来过之后，吾便一直留意着人选。只要你点头，吾即刻拟旨赐婚。至于定北王，早在他去北地前，吾便有意将念词指给他。
如今也是时候了。郡主若能嫁给他，固然好。只是郡主那性子，大局为重，由不得他。是，有太后赐婚，定北王再不愿意，他也不敢抗旨。只是赐婚一事需快，需抢在圣上前头，尤其是明家的婚事。梁家所有人无一幸免，前几日都已流放上路了，咱们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。我还听说，这回是定北王亲自查获了赃款，才让梁家不得翻身。依我看，他也不似你说的那般一无是处，至少算是有勇有谋。阿谭，你不是馋了这糕点好几日了，怎的不吃？我觉得你说的没错，义父和阿耶定还会再为我一起。走了个梁子轩，还会有其他人。哎呀，女大当嫁，早晚都得选一个。除非我能赶在二老出马前，先择定夫婿。你可是相中哪家公子了？哎呀，我们深闺女儿家，若不是得到父母允许，哪来的机缘相见外男？更别说细心考量了。哎，机缘不来呢，我们便自己去寻。舒二公子高中探花，明日打马游街，地方我都选好了。文涛阁是最佳观赏位，不过得一早去占座。阿谭，你明日是否有兴致跟我一道去一睹舒二公子的风采？舒二公子，连你也对他上心了？哎呀，别打岔，我对舒二公子只是纯粹的欣赏罢了。我这般上心，还不是为了你？明日打马游街的还有状元和榜眼，说不定那些儿郎中就有你未来的佳婿。我不去。啊？真不去啊？抛头露脸的有失身份。出家？哎呀，你就不能怕谭儿点好啊你？哎呀，姐夫，我不过是胡乱猜想，你这么大反应做什么呀？哎，你想，退婚之事闹得并不光彩，谭儿礼佛也有数日了，你就不怕他想不开？不是，那也不至于出家吧？上京高门那么多好儿郎，再找一个便是啊。以谭儿的相貌才情，还愁嫁不出去？等等。你俩不是随谭儿在寒烟寺礼佛吗？谭儿呢？回侯爷，小小姐与敏敏小姐去看。小小姐与敏敏小姐多日未见，约了在文涛阁姐妹叙话。叙话。两位姑娘来得晚了些，临街的雅座只剩这一处了。无妨，此处正好。阿谭，快走。哎，你看我就说嘛，唐儿岂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就想不开出家呢？真是的。哎，姐夫，过来。怎么了？那我问你，这谭儿的婚事，是你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吗？哎呀，你的顾虑我岂会不知啊？你可知近日太后与圣上频召我入宫，看似闲话，实则意欲指婚。太后更是丢出了郡王妃、亲王世子妃的名头让我选。哎呀，可笑这两个人，样貌才情还不如梁子轩，别说谭儿了，我都瞧不上。太后的意思，自然就是素相的意思。太后这婚指来指去，无非都是替素相笼络你。倒了梁家，他们自有人选续上。哎呀，毕竟不是亲父女，再如何为谭儿着想，还不是利益为先呀？我杨希鲁护的是大显，重的是陛下。哦，难不成谭儿结个亲，我堂堂靖安侯就要效忠亲下去啊？哎呦，姐夫，你说的太轻巧了。你是那么想，旁人却未必。陛下，他更是未必。我管旁人怎么想啊？老子堂堂正正，问心无愧呀。虽说是指婚，可若谭儿不喜，无论是太后还是陛下，我都不答应。对，
侯爷，宫里派人传话，说是圣上召见10万火急。二位，请慢用。多谢。多谢。阿塔，我今日妆容怎么样？敷粉施朱，淡扫蛾眉，极好。那就好。哎，来。阿达，你看，那个就是舒尔公子。看他那容貌，那气度，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就是这句。舒尔公子才貌皆是上品，确实担得起这句。也就舒尔公子这般的人物，才能入得郡主的眼。方才舒尔公子往这边瞧时，春风一笑，想来定是瞧见了郡主。舒尔公子高中探花，往后一亲之人定然是络绎不绝。郡主与他既彼此有意，何不赶紧请太后娘娘赐婚？本郡主的婚事，还轮不到你说嘴。不要说这些，不知道太后要为郡主和定北王赐婚，好端端的提这茬做什么？定北王。都说上京女子最讲究端庄自持，怎么这会儿见了舒二公子，个个都不知矜持为何物了？你还总说我没正形，我觉得我比他们强多了。也不知他这般光风霁月的人物，以后会娶回什么样的妻子？我们舒二娶妻，定是对家世品貌处处挑剔，尤其需知书达理，有涵养，知分寸。别以为我不知，你家外甥女在府上住了许久，不仅与你儿子有私，还有了孩子，对吗？这侯爷说的什么话？整个上京城流言蜚语多了，您还能都信呢？先前我这娘家外甥女确实在府中小住，但却从未有过任何于理之处。谁家还没有几门亲戚？总不能说是亲戚上门就另有隐情吧？什么私情孩子的，都是谣传。是谣传吗？谣传。你再说一遍，是谣传吗？是。这不，前几日我刚在老家给我那外甥女寻了一门好妻，她已经欢欢喜喜的回去了，还说日后都不会再来上京了。侯爷，轩儿可是素相亲自为明坛挑的夫婿，怎会有错呢？你若还不放心，现下我就跟你承诺，轩儿此生绝不纳妾，绝不扬外室，唯有明坛这位原配正妻。义父，表哥，春儿究竟做错了什么，竟让你们如此待我？原本不是说好的，只要明家小姐一进门，表哥便会纳我为妾，让孩子入族谱。叫我送走便罢，为何还叫我嫁给庄头做田房？你们好狠的心啊！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珠儿已在国公府外闹开了。原来你还留了后手，为建安侯推波助澜啊！两家想要借婚事自保，本王自然不能给他们留有退路。珠儿母子后续该如何安顿，还请爷示下。祸不及妻儿，找人将他们母子送走，寻一处安顿。停！你们还有什么说辞啊？说呀！说！人品不堪，还敢肖想我明家女儿，做梦！这门亲事
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。侯爷，老爷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找你说话来了。一晃又是过了多年，檀儿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夫人，你在天有灵，定感欣慰。只是为夫远在边关，对檀儿疏于照顾啊。此番议亲没能及时把关，险些误了檀儿的终身。这让我这个做阿爷的真是无地自容，难辞其咎。夫人，放心吧，如今我既回了上京，咱们檀儿的婚事我定会亲力亲为，为她选一位实权的家婿。明良两家婚约虽结，事却未了。晋安侯长杨西路大军炙手可热，这桩婚事一断，定会有人按捺不住。你毁得了一桩婚，还能桩桩搅局不成？还是说，你给明小姐安排了更好的姻缘？江启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阿玉的婚事，皇后定有安排，我等难以知会。陆廷太过重情啊？难道我就是薄幸之人？你不娶，难道要本王娶？你未尝不可。珠儿今日这么一闹，往后我在上京还有什么名声可言？别！阿檀，名声什么的，不过是身外之物，你可千万不能为这什么清白刚烈就想不开啊！敏敏，这偌大的上京，往后还有谁家良人肯与我一亲？这是皇后理出的正适龄的世家子弟，原本是留着给公主选驸马的，这回朕定要赶在太后前头，给明家赐婚。明家的婚事不好办，肃清党争箭在弦上，你不能每办一家，就替那明坛退一次婚吧？安国公嫡次子文浩，如何？不如何？翠微，不大行。御史台忠诚三，不相宜。陛下，恕臣直言，明家小姐聪慧狡黠，颇有手腕，极善敷衍周旋。这些文臣之后，根本压不住她。武将之后呢？另一侧可有合适之选？这是皇后整理的名门闺秀，给你选王妃的。明家的婚事迫在眉睫，你的婚事又何尝不是？朕可没有逼婚的意思啊，但若你迟迟不选，太后可就要给你和那凤昭赐婚了。肃家还做不了本王的主。你与靖安侯皆是重兵在握，肃家焉能放过？明家小姐，
我娶。什么？我娶。的确是两全之策，上上之选。阿旭，你喜欢那名家小姐？谈不上喜不喜，那你这是相忍为国，舍我其谁？名家小姐，我娶。相爷，令国公府查抄事宜已完结，超出账目中凡涉及利害的，下官都已尽数替换，另寻名目，确保不再牵扯到旁人。梁启威一家流徙3000里，圣上饶他一命，已属仁慈。军需被劫，已就此结案。但定北王亦扬言要揪出劫他入京之人，彻查多年来军饷贪墨之事。定北王言出必行，不达目的，定然不会罢休。那吴县尉是顾尽忠之人，任他如何撇清，也必遭怀疑。那，你寻机警醒他一声，梁启维便是前车之鉴，须得引以为戒。他那些烂账破事务必清理干净，切勿让人抓了把柄。是。顾尽忠过往贪墨之账，下官早已补缺抹平。料定北王也查不出什么。一切如爷所料，与令国公牵连不深的几家，都在找门路将自家摘除。近2日，太后也曾召塑相入宫，商议良久。那几家找的什么门路？盯紧了。是。靖安侯府可有异样？一切如常。今日有不少拜帖送到侯府，不过靖安侯似乎不喜欢这套，一个未见。但是今日塑相夫妇登门与其父女小聚，2相照面，倒热络得很。靖安侯之事，塑相定然不肯放过。他主动登门，定是为了联姻一事。这实在是出人意料。幸而咱们及时退了婚，免了一场是非风波。檀儿姿容出挑，品行端方，日后啊，定能寻得相配的如意郎君。啊，你先前来信说的倒好啊，什么梁家世代簪缨，清贵人家，梁子轩又是如何文采出众，前途无量。可结果呢，全都是装的。你这一副的眼光，着实不行啊！你可知上元夜的阿姨，阿谭线下已无碍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再说了，阿爷不在上京的这些年，可多亏了义父义母对阿谭的照拂。义父此番也是受了梁家的蒙蔽。义父莫怪，阿爷就是关心则乱，说话冲动的些。就他的脾气，我还不清楚啊。我能跟他一般见识啊？你呀，就是太懂事了。
若是一早将落水之事相告，我定活剐了梁子轩。呦，你说的倒好听，那你先前干什么去了？马后炮倒是挺响。阿姨，今日膳房特备了几道扬州小菜，义父义母趁热尝尝。哎，好。这鸽子汤啊，是女儿亲自煲的。哎，啊。我先端的碗。哎呀，都看着呢，我先举的。是我先举的。你怎么你？这是我女儿，檀儿也是我的女儿。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呀？你什么时候讲过理呀？出去练练。呦，看把他能的！你是武官，我是文官，我才不上你的当呢。你是不敢。还是檀儿有心，知我近日心悸难眠，喝些鸽子汤正好。当心烫，乖。檀儿，过几日让你义父进宫，请太后在世家中再物色些好人家，届时义母陪你好好相看。多谢义父义母挂心，只不过阿谭已决定去寒烟寺祈福749日，也能好好静心养性一番。哎，也好。你说，檀儿啊，虽说是退了婚，可待在上京啊，终究会被人议论。出去避避，图个清静，啊！侯府备了5辆马车，预备送明小姐去寒烟寺祈福。5辆？属下查过了，车里装的都是明小姐的衣裳、鞋袜、首饰、簪钗、纱帐、熏香炉及成套的茶具。他这是打算常驻寒烟寺，以示清白刚烈。小姐，侯爷说明早为您送行，为何今夜就要走呢？若明日走，银院的那位定会趁机嘲讽息怒，与其平白受辱，不如先走为上。有道理。哦。消失，消失。白大小姐，放过我吧，求你了。叫人。我这都说了100遍了，我不知道人去哪儿了。我不管，人是在你这儿不见的，你就应该给我个交代。小姐，老爷夫人见您迟迟未归府，急得不行，府上都炸了。回家吧，你府上都炸了。南芝，喊我们家老头来，我倒是要看看，在国公爷面前，你到底如何交代。你家小姐真是个熬鹰的人才。2位客官，您的面。2位请慢用。姑娘赶紧吃吧，吃完了继续赶路。已经赶了整整1日的路了，现下已经申时，我们就不能在此地歇一晚再走？一点荤腥都不见，姨母就是让你这般慢待我的。日夜兼程是夫人的吩咐，等到了地方，姑娘自能好生歇息，安心养胎。姨母究竟要安排我去何处暂居？利州乡下。姑娘放心，等过了风头，世子爷定会接你回京的。小二，来笼包子，再给我来碗羊汤。好嘞。怎的，今儿个这么大方，在山上寻着宝了？
刚挖的，待会儿送到城内药局去，定能卖上个好价钱。这是个宝贝啊！我去给您拿包子去。去。这人参怎么卖？哎呦，夫人真是好眼光，50两。这么贵？这是100年的野山参，还是全须全影的。我正好想买1株人参补补身子，要不您这株人参就卖给我吧。哎呦，您这我都回不了本儿。100两。这人参我要了。哎呦，姑娘您收好了吧？这，哎呦，姑娘您真是有眼光，您收着。阿娘，这么好的人参可不多见，正好拿来孝敬阿爷。这人参是我先瞧上的，姑娘，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。哎，慢着，敢挡本小姐的道，我的鞭子可不长眼。多谢公子。是他不讲理在先，还要拦我的路，即便真的摔了撞了，也赖不着旁人。先带他回房休息。是。公子今日可是要在此落脚，不如我请公子喝杯酒。我其实子之不淑，云如之何？阿娘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管他什么意思的。哎，你给我记住了啊！我们好不容易回京了，一定要收心敛性，不可再招摇惹事。此番若能留在京中，不再回阳西路，才是你我母女的头等大事。阿娘，回府也就半日车程，不如我们先在此落脚歇下，缓一缓神再回。谁？建安侯府明坛。是你？你来做什么？接你回京。你不能伤我！如今我又怀了表哥的骨肉，你与表哥的婚事我无力阻拦，可我与表哥是真心相爱的。无论你俩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，都与我不相干。那你要我回京做什么？我想就是他，动手！手无缚鸡之力，却要以身犯险，可知这是什么行为？见义勇为，不自量力。我怎么就不自？此去利州，你当真以为还能再回到梁家？你不是表哥派来保护我的，你究竟是谁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些人是为了杀你而来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坚信梁家对你的承诺？不会的，我姨母答应过我，待我表哥大婚后，便会接我和孩子入京团聚，她不会骗我的。你姨母已将你许给利州的庄头管事做田房，她压根儿没打算让你再回京。
可能！阿爷帮他做了那么多事，他们绝不会如此待我。眼下有2个选择：一，去利州做你的田房；二，跟我回京，寻梁家，讨回公道。还有第3条路，你跟我走，只要你助我与梁家退婚，我定尽全力帮你嫁入梁家，让你成为梁子轩的正妻。正妻，连命都快没了，还想进梁府的门？我快别说了，快去请产婆！快去叫产婆呀！使劲啊！使劲，使劲，憋住气，使劲！你让阿玉在京中寻一僻静之地，待珠儿父亲一入京，便将他们父女看押于任处。是。哎呦，姑娘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快，来搭把手！快搅了帕子拿过来！哟，真要生了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听店小二说那位夫人早产，我便特意送了人参来。使劲啊！我与阿娘刚从杨西路回来，对这边的风土人情尚不了解，先前是我唐突了，还请公子莫要对我生了误会。不重要。别再气啊！忍着痛血，否则气力都喊没了。深吸一口气，憋住，再使劲。哎呦，这。他好像晕了。哎呦，夫人，你看我来的多及时，这人参呢，我便原价让给他。我明楚一向是乐善好施、这可怎么办呀？积德之人。夫人，明楚，怎会是他？姑娘，外头可是有人参，赶紧取来给夫人吊着气。夫人若再不甩醒，孩子可就保不住了。哎，快去，快去！我送人参来是好些，可也不能白费了自己的银子，还请公子为我做主。爷，救夫人要紧，赶紧把人参钱付了吧。里面那位是你夫人？爷，夫人此番是因为您私纳外室而负气出走，若这腹中胎儿保不住，你怎么跟老爷交代啊？就这些啊？这人参就值这个价。你怎知这人参就不值钱啊？一看便知。可我是花了100两才。别人诓骗你，你甘愿被骗，怨不得别人。生了，夫人生了，母子平安。我知你与梁子轩彼此有情，可为何每次委曲求全的只有你一人？为了表哥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我既已决意退婚，你更应该随我回上京，去争得你应当得到的一切。你当真要退婚？既不如意，何必强求？男子为了前途功名可奋不顾身，女子为何不能为了自己的终身，全力一搏，得心中所盼？哎，夫人，你看这孩子不哭也不闹，当真乖巧。你瞧瞧，哎呦，你做什么？夫人，孩子才刚出生，怎能离了亲娘？就算想带他回京，你也不必如此用强。你父亲明日便要入京，这孩子跟着你，是享福还是遭难，你最清楚。珠儿，莫听此人妄言。无论为何，强掳婴孩都是大罪，我要报官。
必报官。明小姐，她说的没错，我愿意回家。女人心。表小姐，素心，沙檀回来了吗？还是没有小姐的消息。眼看侯爷就要回京了，奴婢担心小姐会不会真的出事了。你说不说？你若再不交代，我就去报官。没人拦着你，我本就与此事无关。我这等金尊玉贵之人，平白蒙冤，还被你囚禁于此，你赶紧去报官吧，我就等着官府查清此事，等着你给我赔礼致歉。但愿你有这个机会。我们走。客官，住这屋的妇人呢？先前救他那位爷，日出时便带着他走了。有一位拿着鞭子的姑娘，母女二人，可曾离去？哦，那姑娘走得更早些，瞧着呀，似气恼的不行。哎，对了，姑娘，那位爷给您留了辆马车。土匪贼子的马车谁稀罕？马车在哪儿？坐了一路马车，闷死了。啊！谁让你停这儿的？这是侯府大门吗？你眼瞎了？三小姐，这是老身的吩咐。你让我和阿娘从角门见府，好大的胆子啊！什么时候一个老妈子也配做侯府的主了？你怎能如此无法无天？我和阿耶常年在边关，自是不受拘束。阿耶便是我的天。走，今日我与阿娘偏要从侯府大门回府。这孩子，玩笑话也得有个分寸。这上京侯府的大门岂能胡开？嬷嬷是府里的老人了，想必自是安排得当。绝无差池。见过三小姐、六姨娘，二位舟车劳顿，三小姐应也是累了，还请回倚云院好生歇息吧。多谢嬷嬷，有劳了。这才回来第一日，急什么？
是哪个院的丫头？这般不懂礼数，敢挡我和阿娘的路？赵水月奴婢绿萼，见过柳姨娘，见过三小姐。绿萼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那年打碎阿娘心爱瓷器的小贱婢。当年奴婢犯下大错，幸得柳姨娘宽宏大量，小小姐慈悲心肠，这才留了奴婢在侯府效力，弥补过错。当年若非明坛从中作梗，假惺惺的替你求情作保，你这贱婢早就被发卖去勾栏院了。这些年你一直在赵水院呢？是，当年奴婢领罚后，小小姐欲亲自调教管束奴婢，便将奴婢调去了赵水院。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赵水院的丫头这般不懂规矩，想来四妹妹也好不到哪去，怪不得迟迟未见她出来相迎。方才是奴婢一时粗心大意，未发觉柳姨娘和三小姐前来，与小小姐无关的。小贱婢还敢顶嘴！你是存心让我和阿娘心里不痛快吗？奴婢不敢。别以为去了赵水院就和先前不同了，一日为婢，终身下贱。罢了罢了，这回府头一日，何必同一个贱婢计较？下去吧。是。家宴准备的如何了？小小姐放心，膳房也按您的吩咐，一切准备妥当。今日家宴，一切需依着阿耶的口味来。是。我先去膳房瞧瞧。禀小小姐，绿萼姐姐不知怎的惹恼了三小姐和柳姨娘，现下正在前厅受罚呢。嬷嬷先替我去膳房盯着，今日家宴万不可出差错。是。这不是小小姐身边的绿萼姐姐吗？怎会在此受罚？说是冲撞了三小姐和柳姨娘，这不是明摆着当众下小小姐的脸吗？有你这贱婢坐立，我看日后侯府还有谁敢以下犯上，不敬主子！给我继续打！住手！敢问三姐姐和姨娘，没事吧？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呀，柳氏见过小小姐。一晃数年，小小姐出落得愈发标致了。果然，还是上京的水土养人呢。四妹妹，你我姐妹多年未见，还真是差一点就认不出了。哼，明坛见过三姐姐，见过柳姨娘，不知我这丫头是犯了何错，竟让三姐姐与姨娘这般重责于她。呀，原以为四妹妹是来迎我和阿娘回府的，不曾想竟是为了一个贱婢来兴师问罪的。哎，不得无礼！这小小姐操持侯府日不暇己，哪有闲工夫来迎你啊？且你是回家，又不是为客，一家子姐妹啊，何必在意这些虚礼呢？哼，这丫头呢，冲撞了楚楚，楚楚不过训诫了几句，她便心存怨怼，以下犯上。我是担心她素来行事如此，那岂不是时常冲撞小小姐？故略施小惩，以示警醒。哎呦，不曾想却惊动了小小姐。小小姐统管全府，事无巨细，当真是辛苦了呢。姨娘多虑了，我们家绿萼一向执礼守矩，从未有过任何不妥之处。且她是我院中之人，即便真犯了错，三姐姐和姨娘也应当先知会我一声，由我决断才是。我是想着吧，咱们侯府门风严谨，无论哪个院的下人犯了错，都得依着规矩来。
否则若传出去，外头定是要议论我们御下无方、尊卑无道的。继续打，打完50个嘴巴为止。我还不信今日教训不了。我方才说了，他是我院中之人，即便他犯了天大的错，也轮不到旁人来处置。你，楚楚，何必为了一个下人大动干戈？这丫头既是小小姐的人，自当交由小小姐全权处置的。啊，走。小姐，都怪奴婢连累了小姐您的颜面。你我之间何须说这些？赶紧回去上药。是。你阿爷即刻就回府，若是回府头一日，便见你与明潭争执动手，姐妹戏强，会作何感想？莫要为争一时之气，失了你阿爷的心。陛下，彻查军饷贪墨案并非朝夕之事，如今边疆初定，定北军又军心不稳，依臣之见，还是让定北王早日返回北地为上。陛下，此案自有大理寺接手，若定北王插手其中，只怕会事有偏颇，难以服众啊。自进御书房以来，二相便一言未发，也不知二相对此事有何见解？陛下，此案若不查明，休说定北军军心难定，恐怕整个大县都民心难安。臣以为，让定北王留在京中监察此案，不正是安抚军心的上佳之策？难得右相与老臣不谋而合。陛下，臣以为若要彻查此案，正急需定北王这般雷霆手段，单凭大理寺，恐是不够。陛下明鉴，就算查案，也得按律法来办，岂能任人肆意妄为？定北王无诏入京，已犯重罪，还请陛下一视同仁，赏罚分明。传朕旨意，定北王无诏回京，领20军棍，其余罪状，待贪墨案查清之时，再一并论处吧。是，陛下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你这是割发代首，李代桃僵啊！王爷，刑罚已毕，老奴这就回宫复命去了，还请王爷铭记教训，尽心查案。有劳刘常侍。对了，阿雪，阿玉同我抱怨，说你莫名拐走了明家小姐，害得她被白小姐折磨得够呛。你带明家小姐去了何处啊？为了此物，出城了一趟。令国公所贪军饷，都由珠儿之父打理。国公府密室不过留了10之23，我已派人去珠儿家查抄，他们父女2人也已招供。铁证如山，你打算何时动领国公？靖安侯今日回京，事不宜迟，就今日。阿爷，您主。
终于回来了。不过暂别一日，楚楚就一直念叨着侯爷呢。哦，阿爷奉诏入宫，都没人陪女儿练鞭子了。啊，过一会儿阿爷好好陪你过过招，练练手。回府以后可还适应吗？自己家有什么不适应的？只是我和阿娘回府，府中竟无人相迎，下人们也都不懂规矩，冲撞不敬。阿爷，难不成我和阿娘算不得名家之人？老奴恭迎侯爷回府。侯爷恕罪，小小姐打理侯府琐事缠身，故今日未能亲迎三小姐与姨娘回府。但她叮嘱了老奴，定要好生相迎，悉心照料。小小姐已重新布置了倚云院，安排了得力的奴仆，只盼三小姐与姨娘返家后能住得舒心。你们瞧，这不都安排妥当了？檀儿呢？回侯爷，小小姐得知侯爷回府，欢喜得很，说要亲自下厨，做几样您素日爱吃的菜。白家舅爷那儿，老奴已派人去请了，一会儿便到。宫里待了许久，正好饿了，走吧。阿爷，不如我们先净手，再用膳吧。好吧。这道菜摆盘不够精致，吩咐膳房重新摆一下。是。阿谭，你神神秘秘的到底是去哪儿了？你别是有什么事儿，千万别瞒着我啊！其实啊，我是追珠儿去了。你一个人追珠儿，你怎么敢呢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咱们先好好吃一顿团圆饭，各种细节晚些再同你说。走，陪我去看看陆金包做好了没有？这也得看。哎呀，走啦。嬷嬷，余下之事可以妥当。小姐放心。阿谭见过阿爷。四妹妹这是怎么了？与阿爷竟这般生疏。小小姐这是高兴过了头。侯爷离京这5年，小小姐一直挂心着您。听闻侯爷要回京，更是欢喜不已。半月前就开始忙碌张罗了。这5年未见，檀儿都出了成大姑娘了。这几年让你独守上京打理侯府，着实的不易呀，让你受苦了。这些都是阿谭应该做的。看来姑父一心记挂着阿谭，早就把我忘了。哟，这不是敏敏吗？你这丫头倒是一点没变啊，跟你阿爷连性子都是一模一样。我的女儿不像我，像谁啊？老家伙，许久不见，玉浅风霜了。你在京中养尊处优的，我哪比得上你昌国公啊？你这家伙如今口气还挺大呀。姐夫啊，阿谭见过舅舅舅母。哎，檀儿，妾身见过舅老爷。侯爷，人都齐了，不如移步膳厅吧。小小姐还交代膳房，特意为您做了鹿筋包。是啊，阿谭为了准备这个鹿筋包，几日都未能睡好觉。姑父可得好好尝尝。檀儿真是有心了，走吧。阿爷先请。姐夫请，走吧。为了道菜，几日未睡好觉，真能鬼扯。行了行了，走吧。开席吧，都别拘着了。阿爷，尝尝这鹿筋肉，看炖的是否入味。我尝尝，味道如何？软烂鲜香，味道极佳。阿爷喜欢就好。喜欢。怎么没有我想吃的肉糊羹和鸡汁笋？
我方才分明传过话去膳房的。银杏，吩咐膳房即刻做了肉糊羹和鸡止损送来。啊，不必吩咐了。四妹妹这是何意？三姐，难不成我在家中想做什么、想吃什么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啊？阿姨，女儿这般和寄人篱下有何分别？同为名家的女儿，我就活该受她欺凌，试试养她鼻息嘛。好了，檀儿，你们是亲姐妹，况且楚楚所求之事也不为过。你看，侯爷，菜来了。三姐姐方才吩咐之时，膳房已经熄火，需重新起灶，故而有所耽搁。今日家宴本就是为了给阿耶、三姐姐还有姨娘接风洗尘。阿谭哪怕如何再不懂事，也绝不会故意苛待家人。肉糊羹需趁热吃才有味，三姐姐快尝尝吧。嬷嬷，不是方才让多备一副碗筷？回小小姐，老身确实遗憾人头，多备了一份。今日阖家团圆，却唯独缺了阿娘。故阿谭寻出了阿娘旧时常用的碗筷，按照习俗摆上，以示思念告慰。妾身失礼了。阿姨，这些年阿娘、姨娘陪着您在阳西路受边关之苦，也着实不易，怎能回到家中反倒不能同桌吃饭了？上京的规矩与军中自然不同，想来你姨娘也是明白事理之人。可这是家中啊，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三姐姐与姨娘陪伴阿叶在边关，这么多年实属不易。军中疏于规矩，想来也是阿叶对姨娘和三姐姐都有包容。可眼下是在上京，上至勋爵，下至百姓，皆遵循礼法。方才姨娘也同我说了，咱们侯府家风严谨，有些事若传出去，定会被人议论名家目无礼教，有损的岂不是阿耶的颜面？我怎么就损了阿耶的名声了？三姐姐一回府，便责罚了我院中下人，听闻还与张嬷嬷起了争执，险些伤了她老人家。我不过是给他们个教训，让他们谨记自己下人的身份。张嬷嬷不肯开正门，非要我们从角门进，分明就是故意轻贱我。我与姨娘还有绿萼那丫头故意冲撞于我，自然当罚。绿萼乃我贴身丫头，行事素来妥帖。张嬷嬷一向按礼法行事，她是府中的长侍，在侯府也待了大半辈子。三姐姐却在侯府外当众斥骂，出手伤人，如此伤的自是侯府与阿耶的名声。阿耶此番回京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侯府。我们身为女儿家，虽不能在朝政上为阿耶分忧，但也应该明理达义，事事思量，谨言慎行才是。檀儿所言甚是。阿耶，行了，你是越大越不懂事。檀儿说的句句在理，你和该同你妹妹好好学一学。哎，咱们今日不是来给姐夫接风洗尘的吗？怎么说到儿女教养之事了？这些以后再说。你舅舅说的是，今日我们父女重聚，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顿饭。小姐，这是门房上刚送来的，
说是对您极要紧。这信是谁送来的？说是文涛阁的掌柜。上元夜推小姐落水的梁府护卫陈四，现正藏于文涛阁西厢房。为何不直接将信交到靖安侯手上，反辗转交给明家小姐？怕麻烦。若将信直接交到靖安侯手上，他难免会起疑，多方查证。可交由明家小姐出面，倒是省去了诸多麻烦。若不是因着明家，我早已亲办了令国公。靖安侯这帅才实属难得，若令国公当真与他成了姻亲，就不好办了。幸而明家小姐慧眼识人，行事果决，否则此事还要拖上许久。这上元夜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回阿爷，上元节女儿夜游，被梁家人故意冲撞，不慎落水。梁家人这么做，就是想让女儿尽快过门。万幸的是，女儿会浮水，故而梁子轩并未得逞。真是卑劣无耻，荒唐，无耻之有。你义父可知道此事啊？阿谭是觉着应先查明真相，故并未告知义父。我只知道上元夜敏敏迟迟未归，既然不知是你落水遇险，如此大事，你们两个丫头怎么瞒得那么严实？我们是不想让您担心，况且此事并未闹大，还是越少人知晓越好。塔儿，你放心吧，为父定会为你讨一个公道。别说，别说，又干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。上元夜之事你也不知情吗？说，我只是奉我家老爷之命推明家小姐落水，其他的真不关我的事啊。梁启为，王八蛋！这梁家莫不是得了失心疯？婚约早已经定下，待侯爷回京，婚事便能提上日程，他何必多此一举？原是梁子轩与其表妹有了首尾，而且还刚生下了一个儿子。梁家怕阿耶知道此事会因此退婚，所以才设计了一出落水救人、毁女儿清白的戏码。你说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女儿听闻梁家在吏部颇有根基，女儿不知朝政，怕毁了这桩婚姻，会影响阿耶调任回京的升迁考评。所以他梁家算哪根葱，能影响老子的仕途？来人，去梁家退婚！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！还真如你所料，不过梁家为保这门亲事，不惜用上旁门左道，又岂会轻易放手？就算靖安侯去了，这婚怕是未必能退。说话！当日落水的是我们家轩儿，这整个上京都知道的。正是正是。我们既然进了这个门，自然是查清楚了来龙去脉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今日若能顺顺当当的把婚给退了，便是两相得宜。落水的若是明坛，那损的可是他的名声啊！侯爷，咱们两家的婚事眼看就要落定，您何必为这些捕风捉影之事着急上火呢？就是啊，定是京中有人眼红你我两家结亲，才想出了这般下作的诬陷之计呀。我们梁家上下都极看重明坛，待他进门，我定待他如亲女儿般，绝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。人正在此，你们还敢狡辩，胆子够大的！别以为我不知，你家外甥女在府上住了许久，不仅与你儿子有私，还有了孩子。